看到一个数据啊，你瞬间就能明白这个润日的它为啥痛恨中国的发展。这个数据是啥呢？是人民币兑换日元的汇率。咱们回到这个2005年啊，那个时候这个人民币兑换日元是多少呢？大概是1比8。也就是说1块钱人民币呢能兑换8块钱的日元。那到了2010年就变成了1比11，到了2019年呢就变成了1比15。现在呢，您猜怎么着？居然干到了1比22，甚至有时候吧还能冲得更高。这个枯燥的数字背后啊，那都是惊心动魄的财富缩水啊。咱们打个比方啊，那假设2005年那会儿，你要是这个手里面有个300万人民币，然后移民去了日本，那个时候吧，300万人民币换这个日元，那是2400万日元。在这个日本呢，小日子过得是美滋滋。可是现在啊，如果你还拿这个300万人民币啊，按照现在的汇率一算，好家伙，能换6600多万日元啊！那反过来说，这才是最扎心的呀。如果这个当年移民带了300万换成了日元去了日本，把这个钱存在银行里没有动，到了今天他想回国了，把手里面那个2400万日元再换成人民币啊，也就只剩下100万出头了。300万变100万，这中间的200万哪儿去了？蒸发了，没了，让大风刮跑了。这就是汇率的残酷啊！这就是好比你辛辛苦苦啊攒了一大缸子水，以为吧能喝一辈子，结果这个缸子底下它有个缝儿，它漏了20年，等你想喝的时候吧，发现就剩个底儿了。这种滋味吧，咱们没有经历过的人呢，那就是当个笑话听听。可是对于那种当年变卖了家产，抛弃了国内的一切，润到日本去的人来说啊，这简直就是拿刀子在剜心呀！哪怕你不是20年前去的啊，你就是10年前去的，你手里面带过去的人民币啊，到现在这个价值也得缩水一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网上有很多在日本的华人，也就是咱们说的润日者啊，提起这个国内的发展啊，那个咬牙切齿啊，那个恨得牙痒痒啊。咱们一开始吧还不明白，说这个祖国强大了，你不应该高兴吗？你腰杆子不应该更硬了吗？后来我就想明白了，你换我也急啊。你想啊，当年他们走的时候，那可是带着优越感走的呀。他们觉得是离开了落后的中国，投奔了发达的日本。他们甚至可能还嘲笑过咱们这些留在国内吃土的人。但是结果呢，20年河东，20年河西啊。咱们在这个国内20年的发展迅猛啊，那日子呢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而他们呢，就像坐在一艘漏水的船上，眼睁睁看着手里的钱一天比一天不值钱，眼睁睁看着当年的穷亲戚现在一个都变成了大款。你说说，这心里面能平衡吗？这落差能受得了吗？所以啊，这不仅仅是个经济账，这更是个心理账。日元贬值的每一分钱都在打他们当年的脸，都在证明他们当年那个选择可能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那咱们刚才说了现象，现在呢，咱们往深了聊聊啊，就是这个日元它为啥就不行了？这个日本经济怎么就跟那拉驴的磨一样，转了20年还在原地打转呀？你要是问那帮润过去的人吧，他们可能会跟你扯一些有的没的啊，什么工匠精神啦，什么小确幸啦，别听那个啊，听我给你分析分析。首先嘛，咱们得承认这日本当年那是阔国啊。上世纪80、90年代那会儿，那个日本多牛啊，号称要买下整个美国呀。那个时候这个日本人那是满世界旅游啊，挥金如土啊，名牌包那都是论斤买。但是泡沫破了，就跟那个气球吹炸了一样，啪叽一下瘪了呀。这一瘪吧，就是所谓的失去了30年。这日本呢就进入了一个什么阶段呢？叫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说人话就是老了，这人老了，腿脚不利索了，干活没劲儿了。国家也是一样啊。日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人了。你去这个日本旅游看看啊，开出租车的，有的还是70多岁的大爷，在这个商场里面打扫卫生的，还有这个80岁的老奶奶。年轻人呢，要么是成了这个宅男宅女，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买房，要么就是没了那种奋斗的劲头，叫低欲望社会。这劳动力人口一直在减少，可是等着领养老金的老人却是越来越多啊。这就好比一家子5口人原来吧是4个壮劳力养一个老人，日子很好过呀。那现在呢是1个壮劳力养4个老人，这日子能好过吗？这得把人给累吐血呀。再加上这个外部环境也变了啊，
以前这个日本嘛是亚洲的一哥领头羊，欧美呢还得让着他点儿。现在呢，前面有这个欧美压着，那是老大和老二打架，不让你抬头；后面呢，咱们中国这些新兴国家追着呀，那是百米冲刺穿越。日本呢就夹在中间，那是前有狼后有虎，中间还得防着美国时不时剪一把羊毛。这个国际地位吧，自然是肉眼可见的往下掉。那更要命的是日本政府这20多年呢，那是真着急啊，也是没办法。为了刺激经济呢，为了让大家花钱，日本央行那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啊！搞什么呢？搞这个非常规货币政策。这词儿吧，听着是挺高大上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印钱，拼命印钱利息没有，零利率，甚至有时候是负利率。那啥叫负利率呢？就是你把这个钱存银行，银行不给你利息，还得收你保管费，逼着你把这个钱取出来去花去投资，这就是传说中的量化宽松。日本政府心想，我往这个市场里面灌水，水多了，船是不是就高了？经济是不是就活了？结果呢，水是灌进去了呀，船没起来，反倒是把这个水给搞浑了。印钞票印的太多，这个钱自然就不值钱了呀。这个日元就变得天生骨质疏松，风一吹就倒。所以说吧，日元贬值这么厉害不是偶然的。对于那些生活在日本的人来说这就是温水煮青蛙。刚过去的时候吧，觉得这个物价稳定挺好的，过2年发现怎么这个工资老不涨啊？再过2年发现手里面这点钱换成美元，换成人民币怎么越来越少了呀？那这种资产缩水的滋味那是钝刀子割肉不觉得疼，但是流血不止。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已经虚脱了呀。那些当年抱着发达国家梦润过去的人吧，本来想着是去享受高福利、高收入的，结果到了那儿才发现这哪里是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这分明是一个巨大的、停滞的、还在不断下沉的漩涡。想挣大钱没机会，阶层固化的跟铁板一样。想资产增值，房价20年不涨，股市也是这2年才回点血。那想存钱吧，越存越薄这就尴尬了这就好比是你花了大价钱买了一张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船票，结果上船发现这个船撞冰山了。那虽然还没有沉，但这个乐队已经在演奏告别曲了。你说你是该哭呢，还是该接着跳舞呢？咱们刚才聊这个日本的惨，现在咱们得聊聊这边的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了对比那才是暴击。这20年吧，对于日本来说是失去的20年，对于咱们中国来说那就是狂飙的20年。你回想一下2005年咱们那是啥样？那是还在为了加入这个世贸组织努力适应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的 GDP 才多少呢？那是刚超过意大利、法国，正盯着英国呢。现在呢，咱们是世界第2，咱们的经济总量远超日本，是它的好几倍。你看国家统计局那个数那都是实打实的呀。哪怕是前几年有了这个疫情全世界都趴窝了，咱们中国依然挺过来了，还保持了增长。2025年上半年 GDP 增速了 5.3%， 这个数字在这个日本人眼里那就是神话呀。他们要是有个 1% 的增长，这首相都能高兴的从床上蹦起来。虽然咱们也有这个内卷也有压力，房价也有波动，但是你得承认整体来看，只要你早年买了房，或者说是你选对了行业，那你的资产那是翻着跟头往上涨的呀。这种蓬勃的活力这种向上的劲头，是那个死气沉沉、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根本就比不了的。在日本吧，你要是想创业，那是难如登天大财团把持着一切论资排辈能压死人。一个年轻人进了公司就得熬年头，熬到头发都白了才能当个科长。那种生活吧，一眼就能望到头。可是在中国只要你有想法、有胆量、敢拼敢闯，你就有可能一夜之间乌鸡变凤凰。这种现实对于那些润出去的人来说吧，是最大的刺激。他们当年走的时候吧，觉得这个中国不行觉得中国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他们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是跳出了火坑。可是现在回头一看，哎呦喂，自己跳进的那个才是坑还是个深坑。而被自己嫌弃那个火坑呢，现在变成了大熔炉，炼出了真金白银那这种自己选的路越走越窄，当初放弃的地方反倒越来越强的现实谁受得了尤其是看到这个国内的亲戚朋友
当年不如自己的，现在是开着豪车住豪宅，孩子上名校，出国旅游吧跟逛菜市场似的。而自己呢，在这个日本呢还得精打细算呀，为了省几个日元的菜钱跑3个超市，回国一趟呢还得攒半年的钱，这心里头能没点酸水吗？能没点悔恨吗？这就说到咱们今天话题的核心啊，这种悔恨最后怎么就变成了恨果呢？这就是人性的幽暗之处啊。那各位，这按理说你要是选错了，你就认个错呗，哪怕回来重新开始也行啊。但是吧，有些人他这个面子就是挂不住啊，心里的坎儿也过不去。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啊，叫认知失调。就是说，当一个人发现这个现实啊跟自己的认知完全相反的时候吧，他会非常痛苦。那为了缓解这种痛苦呢，他不会去承认自己错了，他会去扭曲现实，或者说去攻击那个让他痛苦的源头。对于这些润人来说吧，中国越强大，中国发展的越好，就越证明他们当年的选择是多么的愚蠢，多么的荒谬。那中国的每项成就啊，都是抽在他们脸上一记耳光啊。华为出了新手机，他们难受；中国空间站上天了，他们还难受；中国的 GDP 涨了，他们更难受啊。因为只要中国好，就意味着他们是个失败者。所以呢，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错，为了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他们必须得盼着中国不好啊。所以你就看到了啊，在这个国外的社交媒体上，在这个推特上，在油管上，那些骂中国骂的最凶的，往往就是这些华人，就是这些润人。他们拿这个放大镜找中国的问题啊，哪边出个车祸啦，哪边有个纠纷啊，他们立马是如获至宝啊，在那边狂欢哦，看吧看吧，中国就是不行，中国马上要崩溃了，我当年的选择是对的。他们甚至造谣传谣，比这个反华势力还反华。为什么呀？因为只有这个中国崩溃了，只有中国乱了，他们才能在这个心理上获得一丝安慰，他们才能跟自己说，幸亏我跑得快啊，不然我得遭殃。这就叫因为嫉妒所以生恨，因为后悔所以疯狂。他们在日本的生活呢，其实并不容易，资产缩水，咱们刚才说了，还有文化差异啊。这日本人吧，但是出了名的排外，表面上对你是客客气气的，鞠躬哈腰的，骨子里啊那是瞧不起你的。那种隐性的歧视啊，那种永远融不进去的孤独感，也是一种折磨呀。一边吧是融不进去的日本社会，一边呢是回不去的强大祖国，他们就成了这个夹缝里的人，成了无根的浮萍。那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们的心态就彻底失衡了呀，扭曲了呀。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眼光不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没有那个福气。其实啊，我想说一句公道话，日元贬值那是日本自己的经济规律，中国发展那是咱们全体中国人拼命干出来的结果。这都不是针对谁，这是大势所趋，这是历史的车轮。那些润日者之所以痛恨中国吧，本质上是因为他们没法面对自己的失败，他们把自己的不如意怪罪到了祖国的崛起上，这不仅可笑，更是可悲啊！当年呢，是你们自己主动放弃了在中国发展的机会，是你们自己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现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只是让你们看清了，在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就在中国。与其在这个网上当个键盘侠，天天是喷这喷那，靠否定中国来麻醉自己，不如就痛痛快快的承认，我就是当年看走眼了。要么您就在日本好好过，踏踏实实过日子，少操国内的心；要么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回来啊，抓住现在的机会，哪怕是亡羊补牢呢。中国这么大，机会这么多，只要你肯干，也没人拦着你啊。别总沉浸在那种负面情绪里啊，别总想着靠诅咒祖国来证明自己，那样只会让你活得越来越阴暗，越来越猥琐。最后呀，送给那些还在纠结还在愤恨的人一句话，国家的强大不是为了向谁证明什么，而是为了让留在这里的人民过上好日子。至于那些离开的人，后悔也好，嫉妒也罢，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这个苦果你得自己嚼碎了咽下去。好啦，今天就给您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